催眠。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 Walking on the roof， 为心跳的节奏，是不是会暂停在世界的境界的境界的尽头？ 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 Walking on the roof， 为心跳的节奏，是不是会暂停在世界的尽头？浸泡在10公升的瓶里，单纯想要呼吸，讨厌云里雾里。出没在被遗忘的抽屉，你曾经的手笔，写着心口不一。现在是黑夜，白昼我都随便，像迷路的天鹅，有时在睡眠，尽力去捕捉噩梦里的碎片，不需要你的歌来帮我催眠。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Walking on the roof， 为心跳的节奏，是不是会暂停在世界的境界的境界的尽头？ Talking to the moon。 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 Walking on the roof， 为心跳的节奏，是不是会暂停在世界的尽头？浸泡在10公升的瓶里，单纯想要呼吸，讨厌云里雾里。出没在被遗忘的抽屉，你曾经的手笔，写着心口不一。现在是黑夜，白昼我都随便，像迷路的天鹅，有时在睡眠，尽力去捕捉噩梦里的碎片，不需要你的歌来帮我催眠。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Walking on the roof， 为心跳的节奏，是不是会暂停在世界的境界的境界的尽头？ 我觉得练习室跟这比起来，就是没有摄像机，然后没有灯光，会更枯燥一些。然后我觉得更得耐得住寂寞吧。差不多，至少差不多17个小时以上吧。除了睡觉以外，都在练习室，因为寝室就在练习室对面。差不多一天就除了睡觉的那7个小时以外，都基本上都在练习室。我觉得怎么说呢？有种好久不见的感觉吧。因为感觉站在练习室里面，心很有安全感，因为觉得我一直在努力，一直在进步。然后在工作的时候，有时候就觉得自己需要再回去充一下电，所以就觉得经常会回练习室去练习一下，然后给自己充电，然后再在舞台上才能在舞台上发光发亮吧。时尚新生无限可能，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搜狐时尚 X 会客厅。今天的 X 来宾是我们的歌手周逸轩，欢迎逸轩。我们今天是第2次见面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搜狐时尚的编辑思维。OK， 我是逸轩。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周逸轩。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繁华相伴，开启新生，其实就是2个部分嘛。会聊到之前你过往的
进入演艺圈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第二部分呢，会聊到你现在的目前的一些发展的一些想法呀、方向。然后当然呢，我们还会有逸轩的一些才艺的表演、歌舞的表演，所以内容非常的丰富。今天应该网友会非常有眼福，深入浅出的一个访谈了。对。那其实我知道逸轩你是练习生出道嘛，然后其实之前练习生这个词更多的是一个行业的一个术语，但是因为这几年因为更多的一些选秀的综艺的一些出现，一些火热，然后大家更多的人知道了练习生这样的一个词。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到底练习生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选拔的机制？比如说什么样的孩子能够被选去当练习生？以你为例来说一下好不好？我觉得首先不是夸我自己，就是首先第一个肯定看的是形象，就是选练习生的第一个标准，就是会看这个人的形象，从那个身高，然后可能这个小孩子还没有完全长开，他还在青春期，但是会去看他的未来的身高，看他爸爸妈妈。都会去会做骨龄那种，骨龄倒不至于到那样，就是那个是就看父母。对，只有体育的那些打篮球的人会去测那个，但是一般会去看就是这个孩子能长到多少的身高，因为你要为未来做成一个组合以后，你这个身高大家有没有平均，否则一个1.9米几，一个1.7米几就会落差会很大，所以会去首先看一个就是颜值跟身高，然后再会去看你现在当练习生之前你掌握了多少技能，比如说你嗓音条件很好，或者说你的肢体协调性很好，然后再给你做针对性的训练。那你是小时候有学过相关的一些才艺吗？小时候有学过一些吧，包括声乐方面的，然后那个舞蹈方面的。我看资料说你好像是参加了一个街舞比赛，那个街舞比赛还挺有名的，然后是通过那样一个被乐华看中，然后去选去当练习生的。其实那会儿在你家乡是在浙江成州，嵊州。对，哦对，那个字不好意思，读嵊，然后是嵊，重要的事情说3遍，嵊州，然后是绍兴的一个管辖的一个城市嘛。然后在你小时候那会儿，你们那边跳街舞的小孩多吗？我们那边基本上就是学艺术的学生都少，但是我家那边主要是它那个氛围比较好，因为是粤剧的发源地，所以就是很多艺术氛围还是挺好的。但是那个时候，像这些流行前沿的文化，就是虽然说能够看到，在电视上能够看到，但是真正大家并没有说去有这个氛围去学习吧。然后是来了北京以后才开始学习的。对。然后后面是要去韩国受训嘛？那在此之前，你大概知道有哪些明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然后出道的吗？很多啊，基本上韩流的艺人都是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出道的。反正很小就进到公司，然后开始训练，到18岁或者20岁左右开始出道，以个人或者组合的身份嘛。然后你父母那会儿支持你吗？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其实我父母挺支持我，就是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吧。我的父母其实他们是很开明的人，我也特别感谢他们了。他们做这一行吗？做艺术相关的吗？他们没有，他们完全跟艺术没有关系，他们是理科生。对，那还挺不容易的。那你还记得第一天去到韩国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吗？第一天我觉得就是一种新鲜感吧，就是完全没有去过这个国家，然后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只在于说看过电视上看过，电影里看过，但是到了以后真正在那边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就心里还挺好奇的。你是很快就适应了这样的一个练习生的生活呢？异国他乡的生活，还是有一个过程？有一段过程吧，因为首先到了那边以后，我们语言不同，就刚开始我们并没办法说真正的能跟那个韩国人去交流，所以首先语言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障碍。
然后还有一个是，其实饮食上面倒还好，没有说特别大，但是习惯方面吧，特别是礼仪方面，就是差别很大。长幼的那个，对，长幼的辈分，对，很讲究那个。然后就是会有一些文化上面的差异吧。那你在那其实是训练了4年，其实4年是一个说长不长，其实说短不短的一个时间嘛。基本上在读一个本科也就4年的时间。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你在那边就是这4年时间的受训到底有哪些课程，有哪些样的一个安排？从早上开始，差不多10点左右开始首先是健身课，健身完以后，然后去上声乐课。声乐课结束了以后，赶紧吃口饭，然后就上韩语课。我们中国人上韩语课，然后韩国成员上中文课，然后上完以后上说唱课。说唱课结束了以后是差不多8个小时的舞蹈，12点到1点左右，差不多那个时间结束。然后晚上对，然后后面就是那个有时候会有英语课，然后有时候会自由练习，因为大家每个月每个星期都会有考试，考试的时候你就得把你准备的作品表演出来，所以大家得准备我们就是5个人在一起的表演，还有个人的表演。你们5个人是一开始就定好了吗？这5个人？没有，前前后后其实换过很多人，而且有时候是那种就是我们在一起生活了有将近2-3年，但是突然那个公司觉得这个孩子不太适合放在组合里面，或者他的能力没有达到大家的水平，然后可能就是直接就是回家了。压力大吗？那会儿？当然压力大。你说，就像我们一起工作了4-5年，突然说今天把我开了，然后拿着行李就回家了，然后从此就是再也没有见过，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又没手机，根本想见一下或者联系一下都联系不上。这是很残酷的一个过程。对，特别残酷。你每天想的就只有说，我不要被淘汰，然后我不要受伤，然后吃个饱饭，睡个好觉，然后能有手机。也不许用手机那会儿。对，我们那个是最严格的一段时间吧，就是那几年完全，你看我去的时候，我还刚买了一个iPhone 6、iPhone 5，对，我用的是 iPhone 5。等我回国以后，我爸好像都用 iPhone 7了。就我中间断了好几代，我都没见过那手机长什么样子。听说你就是看之前的采访，说是你4年都没有回过家。差不多就是有4年差不多。其实这是2个考验，一个是对你对于父母的想念，另外一个是父母对你的想念。这些考验是怎么通过的呀？就是觉得有些东西得藏在心里面嘛，因为有时候就是你努力的动力就是为了能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嘛，所以就是会，当然也有憋不住的时候，就会给家人拿那个经纪人的手机给家人打个电话。然后反正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有一年春节我们在韩国过的，然后剩我、李文翰、一博我们3个在寝室，然后我们说好歹看个春晚嘛，然后好歹跟家人视个频嘛，然后就跑去了网吧。然后因为那几天是休息日，然后可以大家自由活动，然后我们就跑去了那个网吧，然后就是那个我们在那边跟家人视频啊，然后看春晚。记得在韩国的那个电视机上面，卫星电视找了半天才找到央视，那是4才找到。年就看那一次春晚吗？每年应该都有看。但那次印象特别深刻。对，因为那次特别印象深刻是，外面还下着雪，然后我们为了找一个网吧还走了很长的路，因为那个路上连车都没有，出租车也没有，然后就为了找一个网吧，然后看会儿春晚，然后跟家人视个频。对。那这4年的培训时间对你整个人有什么样的改变？就包括你的性格呀，有没有重新被塑造？
我觉得是，让我更懂得去珍惜吧，也让我更知道，怎么样去努力。因为有时候努力你得努力对方向，因为很多现在年轻的朋友们可能正在特别的着急，但是不一定找到了对的方向去努力。所以通过那4年，就是你知道了自己该往哪个方向去走，往哪个方向去使劲，所以这样才能更快的让自己成长起来。那你是什么时候得到一个信号，说你其实是一个合格的、可以成团的这样的一个练习生了？老板说的呀。老板说的。因为老板，我们那个杜妈差不多每过差不多半年左右吧，3到6个月左右就会来一趟，就是会那个去一趟韩国，然后就是来那个练习室看我们，检验我们这几个月的训练成果，然后就会觉得说，你们还需要在那个再训练，或者说你们这次不错，然后我们慢慢开始要准备就是出道之前的那些录制啊、拍 MV 啊那些东西。然后每次我们老板来我们老板去韩国的时候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因为我们知道每次我们表演完以后，老板都会带我们去吃好吃的，所以就特别开心。就是那个时候吃，不管是火锅还是烤肉啊，就觉得只要是肉就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5个男生嘛，你想知道抢那一锅肉，就感觉那肉还没有完全熟，大家就开始下筷子了。是不是平时对你们饮食控制也挺严的，怕长胖嘛什么的？因为毕竟要求身材。一个是就是由那个体脂的控制，还有一个是消耗大，因为你想你连着跳几个小时舞蹈，你身体体能消耗也特别大，所以就是看到好吃的肯定想多吃一点嘛，很正常。出道这个是2014年9月24号，对吗？这个日子我记对了吗？是24。我们5个人出道是10月16号，2014年10月16号，然后9月份是那个发布就是个人的预告。哦，对。那你们出道是有没有一个发布会呢？还是有一个演唱会？有没有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我们出道那个在国内出道是在5棵松体育馆。然后在那边就是开了我们自己的 Unique 的 fan meeting，然后有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是，我大学的时候去看 Rain 的演唱会，因为特别喜欢 Rain， 然后还买不起票，因为当时很穷，对，然后最后就是演唱会演了一半以后，现在降多少了？170还是买不起，150 ，OK 150，然后就进去了。然后其实特别远，就在那个演唱会那个场馆的山顶上。然后当时就是演唱会结束了以后，那个彩带飘出来的时候，我就那个冲到最前面，然后指着那个舞台，就趁着现场都特别乱的时候就喊，就是我要站上那个舞台，反正别人听不见嘛。对，然后特别巧的是，就是我们出道的首秀就是在那个舞台上。所以你那天的表演是不是？我那天我还记得那个我当年站的那个位置，就是朝着舞台上喊那句话的那个位置，我都还记得，我就觉得特别感慨吧。就是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为了实现当年吹的牛逼。然后你们的那个组合 Unique 是独一无二的意思吗？对 ，Unique， 对 Unique。然后你在那个队是当队长，然后同时也是 rap 的担当，这是怎么选出来的呀？这是那个民心所向，开玩笑，就是首先我是队里面年龄比较大的嘛，然后还有一个是大家尊老爱幼了，以放在尊老为前提，然后再加上那个就是公司老师们觉得我比较稳重一些吧，所以想让我作为一个队长一样去带领大家一起去拼，所以给了我一个队长的职称。其实虽然是以队长的职称行了
行了管家之事。队长要做什么？队长就叫他们起床啊，然后帮他们干各种事情啊，然后对，然后想喝什么了给他们拿什么呀，像一个小爸爸是吗？对，就是那种就是照顾大家吧。然后rap 担当就是因为队里面就是说唱比较多嘛，然后而且一些我们歌的中文词也是我写的，然后就是说唱担当，就是说唱还行，比较好了，对不对？没有不好意思说，就是比较在那个水平之上。这那个在队里面还行，你说的我很尴尬哦。没有，该夸的就应该夸嘛。然后其实你们那个队其实成团之后，你们的起点是蛮高的。我有就是现在我们大家还记得，就是尤其是像95后他们还记得，就是你们唱了两首美国大片的动画电影的主题曲，其中有一个马达加斯加的企鹅，都是很有名的电影了。然后你们唱的是中文版的主题曲。是对。对，然后正好那一年呢，2014年的12月份还来过，是英文版的主题曲，英文版的主题曲，对，英文版的，哦，对 ，OK。然后你们还来过那个搜狐商盛典，记得吗？对，就是那会我那会儿是第一次见到你，今天是第3次了。然后你们来表演了歌曲，然后后面当年又去了江苏卫视嘛，东方卫视的跨年，对，就是其实起点都非常的高，因为当时候成团也就3个月嘛，就是 Q4 的时候，完成了这么多的 KPI，就是你现在回想起你当时的表演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当时的表演，虽然说只是出道3个月吧，肯定现在看会有点青涩，但是虽然说看上去会有点青涩，但是我觉得那时候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热情，还有那种荷尔蒙是很有活力的，对，很有生命力，我觉得。你来过搜狐时尚盛典吗？2014年那会儿刚出道，你还记得当时的一个情况吗？当时的情况，当时我觉得首先，我觉得那个时候虽然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很青涩。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个点是，就是有一只红色的狐狸，红色的狐狸是一个那个吉祥物。是圣诞版的吗？完全红的，圣诞节版。我不知道是不是圣诞版，但我记得是就是很红的一只狐狸，然后我们还在上面签名了。对，这是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一个点。我的印象就是你们来得特别早，然后在不停的在排练，我当时就觉得哇，这几个小孩好努力啊。那会我是个工作人员嘛，工作人员一般来的都比较早，然后你们来的比我们还要早，就觉得好努力，然后也特别有礼貌，见到我们的其他的领导或者是什么就都会打招呼啊，就是特别那个。你还记得当时在不停的排练的那种上台排练啊？都不记得了。说实话，就是你一天其实通告有5、6个，可能你排了一天要排那么多，你根本记不住，就是到底就是这些细节上面的东西。只是说有时候甚至会有那种感觉，就是你在酒店的床上醒来的时候，你脑子里得先想一下，我今天在哪个城市，我是谁，我在哪。我试过就是一天跑了3个城市，早上在深圳，中午在上海，晚上在北京，就感觉今天坐了一天的飞机，然后工作了一天，然后自己再想想我今天在哪。我在深圳不对啊，我从深圳出发了呀。那我在上海，我们上海也不对啊。我在北京，就那种感觉，就是会让你有那种穿越的感觉。所以有时候事情太多的时候，你只能记住一些有标志性的点，比如说我们搜狐的红色狐狸啊。下次要送你一个，工作人员待会一定要记得送轩一个。OK， 2020版的。那时候大概什么时候你们团开始有粉丝了？就是你们第一场演唱会的时候，就是粉丝的一个见面会嘛。那在此之前，你们就已经有粉丝了吗？当我们其实当练习生的时候就有粉丝了，因为我们在练习室，就是从练习室出来的时候，那个课练习室还有其他公司的那个练习生也在，
所以他们有些粉丝可能喜欢养成类吧，从练习生的时候就开始会在那个就练习室门口那块地方就会看，然后出道了就会一直跟着。但是我觉得大量的让大家知道的时机是在我们那个就是个人的宣传 MV 放出去的时候，就是大量的人会去看。那你自己什么时候开始有自己的忠实的粉丝，就喜欢你，就是喜欢你的粉丝？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啊，就在那个当我的第一个宣传 MV 播出去的时候，就骗取了不少粉丝。对，然后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舞台，然后去吸引更多的粉丝，然后各种类型的综艺啊，让大家看到真实世界真实生活中的轩哥是个什么样子的。对。然后那就是从出道了，然后到成为了偶像了，然后公司对你们的要求有更严格吗？有各种规定吗？出道以后规定倒没有说特别严格，但是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大家就是对自己也会有要求嘛。然后跟练习生的生活不一样的是，练习生的生活你知道哪天要考核，你会一直去准备。但是我们在真正的工作的时候，面对镜头的时候，是完全不知道就是什么时候你要表演什么，所以你要随时做好准备，然后随时学东西，随机应变。这点是我们当练习生的时候完全学不到的东西，就得靠就是我们在实践中去积累经验嘛。你印象中有过你觉得自己不太好的一次表演吗？脑子一下短路了，到有一次，对，就是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因为我衣服上像现在这样啊，这块是我的手帕，就幼儿园挂的那个时候我的那个西装上面有一根链子，服装师加了一条链子，然后从这边挂到这儿，它这样一根链子，然后我前面出来要跳舞，跳完几个动作，我要移到旁边去的时候，我手从这儿穿过去了，从这儿穿过去的时候，我手被卡住了。当时被卡住的一瞬间，我低头看了一下，然后我就很用力的把那条链子扯断了，然后这只手把它一扔，但是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忘了后面是什么动作，然后很顺的。我这个扯完以后，这个一拽以后，我看了一眼旁边，然后接着就往下跳了。但是其实在那一瞬间的时候，你手卡住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情况，突然被打断了，然后你脑子一片空白。但是因为有了这么多年的就是舞台经验嘛，不会说瞬间让那个台下人看出来你是那个失误了，对，就是尽量很镇定的去表演自己是故意的。就当练习生的时候，如果又是生病了，然后又要表演，怎么办啊？就是扛着呗，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扛着，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你最担心的是生病跟受伤，因为生病还好一点，能够扛一下，或者说跟那个老师们申请说去医院，然后受伤的话其实就是很难，因为我当时练舞的时候，两个手腕还有左脚的脚腕都受过伤，当时脚腕受伤的时候歇了1个月，但是那1个月就特别担心自己会被淘汰，然后上舞蹈课的时候，因为站不了，所以搬了一个凳子就坐在后面，然后上半身还继续跟大家一起学动作。就是不想落下进度嘛。就真的是苦熬过来的，算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吧。如果你家里有弟弟呀、妹妹呀，或者将来你自己的小孩说想要有这个当练习生的梦想，你会让他们去吗？去你的练习生梦！没有，我开玩笑，就是我会把未来他要经历的所有的困难先告诉他。告诉他未来这条路很难走，很难有人去
去真正的能够坚持下去，很少一部分能够坚持下去，更少一部分能够真正的一直站在灯光下面接受鲜花跟掌声，所以你愿意为了那一刻去付出你的所有时间跟精力，还有汗水，还有最主要是青春。如果他选择愿意的话，我还是会支持的。那你刚刚说就是出道之后要不停的学习嘛，然后我知道的是你2016年其实拍了很多的戏，然后从唱歌跳舞转向表演，然后当练习生都有训练过演技吗？其实当练习生的时候没有训练过演技，但是出道以后我们只要就是有时间，我们都会有训练一些学习一些表演的东西。对，然后但是就是其实成长更快的是你在拍摄中去学习才成长更快的。那你对拍戏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喜欢吗？拍摄我觉得每一天就是跟在练习室不一样，练习室是你每天跳的是同一个东西，不断的把这个东西精细化，但是拍戏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即兴的，你没法，你可能这场拍完了以后你才想起来说啊，我这儿如果加点这个多好，那个地方应该这样演，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没有这种机会了，所以你就得提前做好很多准备，然后每天面对新的情况，虽然说每天感觉很新鲜，但是每一天都是一种挑战。未来还想继续拍吗？未来肯定会继续拍一些合适的戏吧，合适的角色。你刚刚讲到就是这条路很难走嘛，其实即便是出道了，也会面临很多的考验。尤其比如说像最近这2年，就是各种选秀类的节目特别的多，一波接一波的，就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练习生都出道了，然后呢，还有可能同辈出道的一些就伙伴们，他们也会去考虑新的发展方向，演戏啊，或者是干别的事情。这些大的环境对于你来说，会有造成一些压力吗？或者是一些助推力去推动你去怎么说？去转型啊，去拓展新的领域吗？我觉得是首先要知道自己要往什么方向去，然后要知道自己现在站在了哪个位置上，因为不管你是多少岁，永远会有比你更年轻、更帅、更有能力的人会跟你去竞争，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找到自己的位置，清楚自己的位置，然后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像我现在这样，不可能说以我这个年龄去跟现在2000年后出生的18、19岁的孩子们去跟他们拼，但是我的经验比他们，舞台经验各方面经验会比他们足，然后我要知道我自己未来要走的方向，比如说我现在慢慢的一直在努力的往唱作人方向转型，所以知道自己的位置，以及要知道自己要走的方向，去的方向，这点是最主要的。所以就是当一个就是唱唱跳跳的扮可爱的这样的一个偶像，已经不再是你目前就是你现在想要考虑的这样的一条路，更多的是想往创作人啊、制作人这个方向去走。是啊，就是一个30岁的人在你面前扮可爱、唱唱跳跳，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样也很可爱啊。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就是偶尔可以调皮一下，但是几岁的人该做几岁的事儿。对，刚刚想到唱作人，其实你的创作才华是在当练习生就已经开始展现出来了吧？那时候就开始写歌，我记得你有一首歌《Go Go Go》，是不是就是那时候写的？那个灵感是属于当练习生的时候就开始想到的一个灵感，然后最早开始是因为当练习生的时候就觉得很多歌，我想把它那个用中文的方式去把它写出来，然后自己就是等于说在练习室那个练完以后，再回到寝室的时候，就是自己想写一些说唱，然后当时因为大家要睡觉，我不能影响大家休息，所以那个房间的灯是关了的，然后我就在洗手间里面，然后躲在洗手间里面写，
然后当时洗手间那个灯是声控的，所以我得一边写一下，一边拍一下腿，所以我成了一个 rapper， 我节奏感很好。那时候你的老板啊，或者你的同团的小朋友们有听到你写的东西吗？有知道你写的东西吗？当时有给大家唱过，然后大家觉得还不错，所以后来得到了一个机会，就是给我们 Unique 的歌，所有中文歌我都参与了创作。中文版的歌词就是我有参与创作。这个算是对你一个很大的肯定吗？对，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吧，觉得我完全没有学过这个，然后写出来的词能得到大家认可，然后粉丝朋友们就是觉得那个轩哥写的词还不错，他们很喜欢，我就觉得对我一个最大的肯定吧。那现在如果要是想比较专注的往这个创作人的方向发展的话，有没有想过去有些课程啊，或者是跟一些老师有做一个请教啊？昨天我就有去跟我的朋友一个制作人就去聊音乐，然后我是觉得音乐不是说很多东西不是说去学出来的，因为他没法带着你一步一步往前走，因为他喜欢的音乐不一定是你喜欢的，然后你得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音乐，然后他最多就只能告诉你你该怎么样去学习，但是真正的能去进步的只有你自己一步一步的去积累，不停的听歌，让自己泡在那个你喜欢的音乐里面，然后不断的去尝试突破自己的舒适圈，然后这样子你才能慢慢的进步。然后那段时间我觉得是特别难熬的时间，因为昨天我去找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感觉我一直在被一个圈困在里面，就写的东西有些人可能觉得还不错，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突破，就是我觉得是我最近一直头疼的一个事儿吧。朋友这句话有效果吗？我觉得就是尝试听不同类型的东西，比如说虽然我要写说唱，但是我听的东西可能是爵士乐，然后比如说听一些甚至古典音乐，从那些音乐里面去吸取一些灵感，吸取一些他们的创作方式，然后让自己的脑袋里面的应该说创作音乐的武器更多样化吧。对。最近有什么让你特别有灵感的或者有触动感的一些歌，可以分享给我们做背景音乐啊？我觉得刚才我在那个化妆间听的一首歌，最近还挺火的，但是我觉得他写的东西我还挺有感触的，叫《经济舱》，那个刘聪的，我是觉得还是比较能打动人的，然后比较走心的吧。那有没有你也创作了不少的歌曲嘛？有没有一些歌曲背后有比较好的有意思的一些故事，然后想通过我们这样分享给你的粉丝？因为可能粉丝就听一首歌几分钟，但你背后可能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一些纠结呀，才能把它创作出来。我觉得有一首歌当时的灵感就是真的是特别的快，就有一首歌我写的歌叫做想去旅行。想去旅行这首歌写的动机呢很简单，就是当时快春节了，然后我在北京大冬天在拍戏，在郊区，然后坐在车上，外面特别冷，然后当时第一想法就是拍完戏杀青了以后赶紧去一个特别暖的城市去度假，然后当时想着，然后车上有一把吉他，当时我放在车上练，就拿手机录了一个 demo， 想去旅行去旅行，带上个随身听，想去旅行去旅行，就是哒哒哒哒哒，然后就那样录下来。然后当时杀青的第二天，我就坐飞机去了那个马来西亚找我一个哥们儿，然后我们就一天一个城市，
玩了一路，然后飞回北京，飞回国内以后继续工作。然后当时就是去的那段时间，把这首歌给创作完成了。当你有一个创作灵感的时候，你一般是什么样？以前你当练习生的时候得到卫生间里面写，你现在是什么？记到手机里还是什么？我会随时记录吧，就比如说，那个我现在坐在这里，或者说我坐在化妆间的时候，我想到一句话，比如说最简单的，我看到一句话，就是说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个先来，但我记得我追逐梦想的那个公交站台。就你会觉得，哎，前面那句话挺有意思的，但是我怎么样把那句话去发展开来，通过那一句话一个点变成一整篇文章，最后把它精简成一个歌词，一点一点去锻造，然后脑子里就一直想着这个事儿，然后你就能在生活中其实能挖掘很多的东西。那你写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喜欢什么样一个状态？很安静吗？还是在闹市的时候，咖啡馆那种也能写？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得找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就是什么都不想听到，就很安静的一个状态，让自己去集中精力。但是出道了以后，没有这样的环境，就你不是在机场，就是在车上，很少有时间，除了深夜以外，很少有时间能让你在完全绝对安静的情况下去写东西。所以我现在就是养成了一个，就是随时记录啊，就有一个那个记事本，随时在手机上写下来，脑子里想到的一些东西或听到的一些东西，然后晚上再回家做整理。我们接下来聊一些轻松一点的吧，生活相关的一些问题。刚才有这么沉重吗？没有，更轻松一点的。OK， 其实就是作为偶像嘛，可能外界看你们就是生活在这个很梦幻，就是很梦幻嘛，偶像就要给人带来一个梦想。但其实，当你走出这个偶像这一个身份的时候，当你要踏踏实实的去生活的时候，你发现还会遇到很多普通人的事情嘛。比如说咱们生活在北京，有没有像普通的年轻人90后一样，有租房子呀，或者将来买房子的一些压力啊？不然呢？你以为做艺人也有吗？你以为做艺人很赚钱吗？那骗你的，不要相信啊！记住了啊，没有那么赚钱啊。你会自己会有一个计划吗？什么时候要买个房子啊，或者是什么？首先，北京你得交完5年的社保，你才能有资格买房，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是买房，其实说实话压力还是很大的。然后，我觉得先买车吧，对，车比较好玩，所以我最近买了辆小车，很开心，可以带着朋友出去玩啊，打篮球啊，或者干嘛聚餐啊，就觉得挺开心吧。然后买房是下一步吧，我想有一个有院子的房子，未来这是我的梦想，不是要求太高，我并不是说真的要买一个大别墅有院子那样，而是因为我们家就是狗狗跟猫放在客厅里面养，但是我前2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那个狗毛猫毛有点过敏，轻微的过敏，所以就是有个院子可以，一个是可以让它们多活动，一个是就是空气能更新鲜一点，这样的话不容易就是过敏。今天所以怡璇是带病来工作的呢？没有，这个不算病吧，就是因为前2天，因为昨天去那个制作人朋友家里面嘛，他家也养了一只猫，然后我的鼻子已经对我们家的猫已经有抗体了，对他们家的猫没有抗体，所以到那一直打喷嚏，所以今天还有一点就是鼻子还塞着。生活中除了养猫养狗狗，还喜欢干点什么？生活除了养猫养狗狗，其实我觉得我是个还是比较愿意自己去找事做的人嘛。然后最近在突破一个舒适圈，就是练空翻。空翻？后空翻啊，前空翻啊，就是那种感觉像杂技哈。为什么要练那个？我觉得一个突破吧，就以前不敢，
或者说我觉得像我这个身高练那个很难，但是现在我想去做一个突破，可能这个突破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练习，要突破自己的心理的防线，迈出那一步。但是我觉得趁现在还年轻吧，就是得抓住这个青春的尾巴，去圆一圆自己曾经的就是想要去做的事情，去完成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然后包括打篮球啊，然后一些还有啥？是不是爱上喝茶了是吗？茶是这样子的，茶是就是过年的时候回家，我爸老找我就是坐下聊一聊天啊或干嘛的，然后就是陪他喝茶嘛，然后那个时候一喝茶觉得茶叶挺好喝，然后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现在学着怎么样把茶做成奶茶啊，我觉得这样才是更符合我们这个年代的东西，就又传统又现代是吗？对啊，你不觉得奶茶又有茶的味道，然后又喝起来又觉得怎么做很好喝？怎么做？其实网上都有教程，我也是从网上努力的研发中，期待下次分享。看看研发后能不能在我们月华公司的前台开一个轩哥奶茶铺。可以。到时候大家捧捧场哦。那保持颜值和体重是不是你们必须要做的功课了？以前当练习生的时候不经常要量体重吗？我觉得是一个习惯吧。就有一段时间，你可能就是想要去减脂，然后去让大家看到一个瘦瘦的你。有一段时间就是稍微放松一下，让大家看到一个胖胖的你。但是你得知道你怎么样能让自己减下去才是最主要的。就是反正最简单的一个就是你得提高运动量，然后减少摄入的卡路里。其实大家都知道。只是大家都做不到。你怎么做到？我怎么做到？镜头的需要，有时候真的没办法，不是说开玩笑，就是你在镜头上，在手机照片里面看到自己真的胖了以后，你真的觉得啊，我该瘦了。通过这样的压力，让自己真的去运动，让自己真的瘦下去。但是我不太推荐说大家通过节食的方式去减肥，因为这样太伤身体了。大家可以控制饮食，但不能完全不吃。还有一个特别想问，就是作为这个偶像出道的男生，皮肤都特别好，然后妆容啊，就是我们在屏幕上看到妆容非常的精致。那私底下你化妆吗？私底下我基本上能不化妆就不化妆，因为这是我自己不会化妆嘛，只会打一打底，就是能把那个粉底液刷匀了已经不错了。然后但是我自己会做发型，因为男生我觉得最在意的是自己的发型，所以会研究一下怎么样把自己发型弄得好一点。但是我头发特别难弄，是因为我头发特别硬，就很容易炸起来。对，然后就是得很耐心的用卷发棒去卷。对，加热然后卷。下次拍个 vlog。OK。对，马上2021，我们搜狐时尚盛典又要来了嘛？今年的主题词叫时尚新生无限可能嘛？你对这两个词有什么样的一个理解吗？时尚新生无限可能。我觉得挺贴切的，挺适合我。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时尚还是我自己吧，就是一直在寻求一个突破嘛。你不断的突破自己舒适圈，才能就是像新生一样。然后新生以后，你才会发现，其实出了这个圈以后，外面有更多的可能性，有无限的可能在等待着你。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人生。非常好。然后这个节目播出的这个一天是12月11号嘛？非常特别的日子，对吧？对，射手座。对，我们两个都是射手座。对。然后这个有没有就是对马上又到新的一年，又是新的一岁，有没有一个新的一个想法展望？新的一个想法，
我希望说新的一年，会有更多的挑战吧，不管是我自己给自己设立的，还是生活给我设立的，我能够一次一次去突破它。然后当然不管是在音乐还是在影视剧方面，我希望说有更多的好的机会能够去参加，然后呈现好的作品给大家。然后最后面呢，轩哥还给我们带来一个惊喜，要给我们现场表演一首歌曲。歌曲名字叫什么？歌曲名字叫做《像说爱你》。跟粉丝说的是吗？对，跟所有人说。有没有特别想跟粉丝说的话？你们都懂的，不用。好，那就一切都在歌里头，好不好 OK 来。每天都想说爱你，想说爱你，撒浪嘿哟，我对你死心塌地，死心塌地，爱惜对路，想和你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with you， 我会爱你到底，不离不弃。I love you， 明白该表达，还是你在装傻，已经无法自拔。我想我已 fall in love， 抱歉你该靠近，我一点点拉近，距离都变透明，和我一起 fall in love。 I love you, I need you， 我需要你的温柔。 I love you, I need you， 请你不要再每天都想说爱你，想说爱你，撒浪嘿哟，我对你死心塌地，死心塌地，爱惜对路，想和你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with you， 我会爱你到底，不离不弃。 I love you。 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 Walking on the roof， 为心跳的节